你買咗一隻股票，佢一直升緊，但係你好糾結，因為佢已經升咗好多，你好擔心市場會過熱，隨時會跌翻轉頭。你一直喺度諗，究竟應唔應該趁依家仲有唔錯嘅獲利嘅時候，盡快將股票賣出呢？但股票依家仲升緊，萬一賣出之後佢 keep 住升點算？會唔會少賺好多呢？你成日係咪都有類似嘅糾結心理呢？揸起手嘅股票跌又煩，升又煩，咁究竟點算好呢？但係有啲經驗老道嘅交易人，譬如我就係，只要一眼就睇得出呢隻股票我應該賣定係唔賣，我都相信你會同我一樣會具有呢個能力。大家好，我係添，歡迎嚟到股票知識會頻道。你知唔知道 K 線強弱嘅重要性呢？其實喺交易過程中，我哋成日糾結嘅問題，通常係因為對 K 線強弱缺乏了解而造成。譬如啱啱嘅問題，股價 keep 住升，而且升勢好強。咁既然股價嘅漲勢咁強嘅時候，上漲力度又足夠大嘅時候，咁當然冇必要急住買啦。或者你想要逢低買入股票，而你又擔心買完之後會繼續跌呢？咁如果下跌嘅 K 線仲係好強嘅話，咁又點樣可以貿然下手接貨呢？今日股票知識會嘅攻略就要幫你成為好似我咁樣，只要一眼就能夠決定股票應唔應該買定係 keep，而能夠做啱決定嘅話，就要先了解行情嘅大概係繼續升啊定係跌。而了解行情繼續升定係跌呢，首先最基本嘅就要學識判斷 K 線嘅多空強弱。如果判斷 K 線嘅多頭仲係好強，咁就冇必要操之過急咁樣將手上嘅股票賣出，因為佢會好大機率會繼續升。最起碼喺股價升上去一個高度嘅時候，有轉弱嘅跡象再考慮買先唔遲。同樣道理，如果你係想趁股價變平嘅時候去撈底去搶反彈，但又驚燒到手嘅時候，咁點算呢？如果下跌嘅強度非常之大，呢種情況下接貨嘅話，就好似喺火堆入面取蓄木炭一樣，至少等到下跌嘅強勢變弱之後，我哋先去撈，咁先有勝算。問題係 K 線嘅多空強弱係要點樣判斷呢？我哋先嚟回顧一下上一條影片所提出嘅呢兩張 K 線強弱圖。呢兩張圖一攤開，所有 K 線嘅強弱一經對比就一目了然。我哋先睇下多頭強嘅例子。K 線一係最弱嘅，呢個唔難了解啊，因為佢開同收喺成條 K 線嘅38.2% 以下，呢個係好明顯股價曾經升到好高，之後反壓落嚟，而且仲係收低，收嘅位置喺成條 K 線嘅38.2% 以下，非常之弱。我喺呢個區間，亦即係0至38.2% 之間，標示為極弱，意思即係話陽線 K 棒嘅收盤價，只要收喺呢個位置，即係代表佢係一個多頭極弱嘅表現。咁 K 線二呢都係好弱，佢只係比 K 線一強啲啲。原因係因為佢嘅收盤價，雖然佢係收喺38.2% 以上，但係佢所在嘅區間，亦即係話38.2至到50% 之間，都係屬於多頭弱勢嘅表現。不過呢個就比極弱好少少。至於 K 線3、4、5呢，就可能困擾到你啦。因為呢三種 K 線呢，同樣係收盤價收喺最低到最高價嘅中間值，亦即係話50%。要點樣再進一步區分邊一個比較強呢？或者弱？收盤價都係喺同樣嘅比例位置上邊，我哋就攞開盤價嚟比較。雖然 K 線3係開喺最低，然後依次序係 K 線4同5，因此佢哋嘅弱到強嘅排序都係3、4、5。3嘅開盤只係開喺極弱嘅位置，亦即係話成條 K 線嘅38.2% 位置，所以佢喺呢三條 K 線入邊係最弱嘅一條。4開盤係開喺弱嘅位置，亦即係話低於50%，但同時之間高於38.2%。5嘅開盤同收盤係一致嘅，都係喺50%。呢度有一點反直覺，因為大家都習慣睇 K 線嘅實體，而感覺 K 線實體越長，嘅 K 線就會越強，而忽略咗開盤同收盤價嘅位置。6同7就比較容易想像，呢兩條 K 線同樣嘅開盤位置，但收盤位置唔同。6嘅收盤係收喺多頭強嘅位置，亦即係話50至到61.8% 之間嘅位置，而7嘅收盤收更高，佢係收喺61.8% 以上，亦即係話極強嘅位置。而呢兩個 K 線好直觀，因為7嘅 K 線實體比6更加長。而且收盤價嘅位置亦離最高價近一少少。K 線8、9、10嘅收盤價全部收喺最高點，咁佢哋邊個強邊個弱？我相信你已經學識。呢個時候我哋就要比較佢嘅開盤位置。同樣嘅，呢個都係反直覺，因為10嘅實體最細反而係最強嘅，因為佢由一開盤就開喺最高，盤中冇任何回跌，一直維持住呢個高價位一直到收盤。而9都接近開到最高，然後收最高。8嘅 K 線實體長，但係開盤嘅位置同氣勢就冇後邊嗰兩個嚟得強勁。由於時間嘅關係，我會喺下集繼續解讀陰線嘅強弱。如果你有興趣學習更多，要記得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同埋記得要開啟小鈴鐺。最後祝福每一位關注我嘅朋友喺2022年嘅股市得心應手。